战家大少奶奶现在是沈小军最想知道的人，觉得战大少奶奶本事那么大，能让冷漠如冰的战少都成为宠妻狂魔。最近他可是听了不少关于宠妻的传闻，他就跟苏南说过，让苏南给他牵线，介绍他和战大少奶奶认识认识。苏南是战少最信任的人嘛，也是最早知道战义已婚的人，他肯定是见过战家大少奶奶的呀。可是苏南却拒绝了他，还说除非是战少主动公开，否则他们都不好曝光战大少奶奶的真面目。着实让沈小军郁闷了几天。苏南现在正在追求他呢，他提这样一个要求，苏南都拒绝了，可见战少对他太太的保护力度有多大。难得收到新闻推送，总要进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的。有什么好看的，还不是关于他已婚的。海童失笑的道：你们怎么那般的热衷想知道战家大少奶奶是谁？她是谁，与我们何干？我们也很难结交到她，更不要说向战大少奶奶请教御夫之术了。想到自己和战印现在感情甜蜜，好的如胶似漆的，海童觉得自己也不需要向战大少奶奶请教御夫之术了。战印够宠他了，谁不想知道战大少奶奶？小飞跟我电话聊天的时候，还问我可有人知道战家大少奶奶是谁。沈小军和海童调换了位置，海童不感兴趣，他可是感兴趣的很。哦，小飞都不跟我说这些。商小飞呢，去旅游过年，现在都还没有回来。沈小军一边点开那则推送的八卦新闻，边说道：小飞知道你不感兴趣，问了你也是白问。我是个吃瓜大王，加上和苏南认识，小飞觉得我肯定是第一个知道战家大少奶奶是谁的人。那推送的八卦新闻却是采访，战少的采访。两个女人一看到接受采访的战少，同时傻眼。海童动作更猛，一把拉开了沈小军，他重新坐回了电脑面前的那个位置，瞪大眼睛看着战印的采访。沈小军趴在收银台上，头凑近前来，仔细地看着接受采访的战印，他还揉了几次眼睛，问着好友：彤彤啊，我是不是眼睛出问题了啊？看错了，看看那标题，是战少吗？这个战少怎么是你家战先生呀？海童恨不得钻进电脑里去确认一下，就战少是不是战印。他愣愣地看着战印的采访，看完了又重新看，反反复复看了好几次才敢确定，接受采访的那个男人，被大家称为战少的男人，真的是他家战先生啊。战印是战少，战少是战印。当初他问过他与首富战家有什么关系，他说500年前是一家，让他以为他和首富战家只是同姓而已。因为沈小军爱听八卦啊，他也曾跟他讨论过战少的八卦。他淡定如常，若无其事地和他说着他自己的传说。无数次问及他关于战少和大少奶奶的事，他都撒谎，变得像真的一样。从开始闪婚，他就一直在骗他。海童忽然想起了那个梦，梦里他要和战印举行婚礼，商小飞出面阻止，告诉他战印就是个大骗子，从头到尾都在骗他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，叫他不要嫁给战印。商小飞深爱着战少，战少就是战印，怪不得在他和大姨做了 DNA 鉴定后，战印就出差了。他出差是为了避免和大姨见面吧，怕被戳穿他高贵的身份。闪婚以来4个月的点点滴滴，那在海童的脑海里一点点回放，他的脸色也越来越苍白。沈小军见他握着鼠标的手都在颤抖了。彤彤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？沈小军被海童的反应吓坏了，忙去拍他摇他。海童像个木偶似的坐着不动，不管小军自为么拍他呀，摇他他都不吭声，就那样呆呆地看着电脑屏幕，看着战印那张被放大的俊脸。是他，绝对是他。那是他的枕边人，他不可能认错的。最亲密无间的夫妻，他越来越信任的枕边人，竟然是个大骗子，从头到尾都在骗他。彤彤，你别吓我呀，你吱个声呀。
你这样子好可怕，我打电话给海玲姐。沈小军见自己无法把好友叫回魂，赶紧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给海玲求助。慌乱之下呢，他记不起海玲的联系电话了，只得在通讯录上一遍一遍地翻找。好一会儿，沈小军才找到了海玲的新手机号码，他数次刷过了都没有反应过来。海童现在的反应太可怕了，那张脸白得像纸。海玲在他的店里，接到沈小军的来电，他问小军怎么了？跟彤彤说我中午不过去吃饭。他以为是妹妹想叫他过去吃饭。海玲姐，你现在哪里？方便吗？赶紧过来，彤彤出事了。闻言，海玲的脸色也是霎地就白了，然后迅速地走去抱起了儿子。也不等沈小军继续说下去，就抱着儿子就冲出店去，看到有车子经过就拦车。陆东明紧急刹车，他开了车锁，正想下车的海玲已经抱着洋洋上了车。一上车他就说道：司机，我去管城中学，快开车。陆东明扭头看他，出什么事了？你紧张成这样，你店门都还没有关上呢。陆子，海玲意外地问道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次次都是遇到陆东明？陆东明好笑的道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抱着洋洋冲出来，看都不看就拦我的车，上了车都不知道是我。你这样带着洋洋随便拦别人的车，上别人的车就不怕别人把你们母子俩卖了？说话的时候他上下打量着海玲。过年期间没有再见面，那没想到海玲又瘦了些，现在就脸没那么多肥肉，稍微顺眼了点。陆总，你方便吗？能不能送我去管城中学？不能的话我去打车啊。海玲想到陆东明太忙，又是年后刚开工不久，肯定更忙的，他不好占用陆东明的时间，抱起儿子就想下车。坐好了，我送你过去，把你店里的钥匙给我，我去帮你把店门锁上。海玲摸了摸裤兜，说道，钥匙还在店里。陆东明瞪他两眼，然后下车进店里帮他拿到了钥匙，再帮他把店门锁上。那回到车上后，陆东明一边开车一边问他出什么事了，慌里慌张的，脸色也白得像纸。小军打电话给我说彤彤出事了。说着，海玲的脸色再度变得苍白。妹妹今天是回店里打扫卫生的，会出什么事儿呢？是不是书架倒下来压到妹妹了？书架上那么多的书，重得很啊，倒下来压在人身上，海玲都不敢去想啊，她好怕呀。那怕妹妹出事，怕妹妹有个三长两短，她怎么办啊？她已经没有爸妈了，与妹妹相依为命，要是连妹妹都……海玲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。闻言，陆东明关心地问，你妹妹出什么事了？海童是好友的老婆，陆东明还是挺关心的。我不知道，小军没说，只说彤彤出事了。小军在电话里很慌张的样子，肯定是出了大事。陆东明说你赶紧打电话给沈小姐呀，问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先别哭，都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儿你就哭了，万一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岂不是白哭了？海玲哽咽着，我忍不住，我好怕像当年那样。忽然被老师叫出教室，叫我赶紧回家，说是村干部打电话到学校，叫我赶紧回家。我赶回家后才知道是我爸妈都死了。父母双亡的那天是海玲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，她特别怕忽然间接到的电话，害怕呢，那是不好的事情。你先别胡思乱想，先问清楚呀。陆东明也知道海家姐妹俩11年前骤失双亲，海童当时才10岁，或许记忆没那么深刻，但海玲那时候已经15岁了，是个即将进入高中的少年，那她的记忆肯定比妹妹深刻。更何况父母突然双亡，她是长姐，承担起照顾妹妹的重担，还要料理父母的身后事，那段回忆怕是她此生的最痛。陆叔叔，
我要纸。一向害怕陆东明的洋洋主动地向陆东明要纸巾，陆东明拿了纸巾给他。小家伙接过纸巾到了邂后，就滑下车椅，站到海玲的面前，用纸巾帮海玲擦着眼泪。稚嫩的童音带着安慰：“妈妈别哭啊。”海玲抱起了儿子，自己擦了一把眼泪。洋洋，妈妈别哭。洋洋抬起小手去给妈妈擦泪。海玲感动地搂紧了儿子，然后打电话给沈小军。沈小军很快就接听了：“小军，彤彤出什么事了？”“哎，他怎么样了？”“你刚刚没有说清楚，我在去你们书店的路上了，很快就到的。”沈小军说道。“海玲姐，我才说了2句话，你就听不进去了。我一直在叫你，你都没有回应我，我只得先挂电话。海玲姐，你先别着急，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出事，是战先生。战印怎么了？是战印出事了。听说妹妹不是他认为的那种出事。”海玲的心魂回来，高悬着的心放下，正想松一口气，听到是战印出事，他又把放下来的心悬了起来。“海玲姐，战先生他是战少啊。”“战印是战少？哪个战少？该不会是首富战家的战少吧？就是大家最近都在八卦他老婆是谁的战家大少爷。”沈小军说道。“就是他。”战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我看过了采访内容，是采访他和彤彤的，彤彤也看了采访，然后彤彤脸色煞白，神情呆滞，像个木偶似的。我推他拍他叫他，他都还是这副样子，我吓坏了，只能向海玲姐你求助。海玲也被吓到啊，哇，他的妹夫竟然是战家大少爷，怎么可能？战家的人他都见过的，他们看着和普通人没两样呀，衣着也很普通，连开的车都是10万出头一辆的，没有他认为的豪门风格。唯一的异常，那便是战家人的气质修养都非常高。我马上过去，你给彤彤倒杯水，让他喝水。他要是还不回神，你就去接一盆冷水，朝他泼去，他就能回魂的了。沈小军，那样彤彤会不会着凉？”海玲此刻变得异常的冷静，她说道：“只有这样，彤彤才能回魂，否则他会一直呆呆的，哭都哭不出来。他知道妹妹此刻的心情，宁愿妹妹哭一哭，也不想妹妹如同木偶一样没点反应。战印竟然从头到尾都在骗着妹妹。”那沈小军看着依旧呆呆的好友，说道：“海玲姐，我还是等你过来吧。”“好，我在路上了。”“海玲姐，我再用其他办法，看看能不能把海童的魂叫回来。”沈小军说完就挂了电话。他再次推着海童：“彤彤，彤彤，你回魂，别吓我呀。”海童依旧像个木偶似的，沈小军推一下他的身子就动一动，沈小军不推他了，他又像根木头似的坐在那里，呆呆地看着电脑里的战印。那沈小军又去掐他脸，揪他的耳朵都没用啊！该死的战印把彤彤吓成这般。沈小军骂了战印一句，想了想，他进了厨房，拿了一双筷子以及一只不锈钢的碗出来，在海童的面前用力地敲打着。海童的眼神就渐渐有了焦距，他回过神来：“小军，谢天谢地，你总算回魂了，可把我吓死了。”海童猛地站起来，抄起他的车钥匙，绕出了收银台，就往外面冲出去。“彤彤，你去哪里呀？”“哎，你别开车呀，现在你不适合开车。”彤彤。沈小军反应过来，连忙追出来，可惜他慢了半拍，等他追出来，海童已经上了车，并把车开动，速度特别快。不用问也知道海童是要去战氏集团找战印问个清楚的。沈小军不放心海童，他现在的状态差得要命，随时都会出车祸的。沈小军马上就关上了店门，打算去追赶海童。可他平时上班都是骑电动车的，电动车的速度哪能追得上海童4个轮子的车呀？追不上呢，也要追啊！那沈小军没有片刻的犹豫，
骑着电动车追赶海童而去。一路上啊，他不停地祈祷着，希望海童不要出事。这边海童和沈小军都离开了书店，那边的海玲坐着陆东明的车，匆匆赶到了管城中学。现在还没有开学，管城中学还是静悄悄的，在学校门口的那些店铺全都还关着门。海玲看到连妹妹的书店也关了门，哎，怎么关门了？海玲下车走到店门口，拍了拍门后，里面没有动静，她连忙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妹妹。海童一心想去战氏集团找战印问个清楚明白，他到底是不是首富战家的大少爷？他像是听不到手机在响，并没有接听姐姐的电话。海玲只得打给沈小军，沈小军骑着电瓶车追着海童跑了一半的路，车速就越来越慢了。他前几天给电瓶车充的电快用完了。听到手机响，他靠边停下来接听了海玲的来电。海玲姐，彤彤去战氏集团找战少了，他现在状态很不好，我担心他会出事，可我只骑着电动车过来，追不上他。现在我的电动车又快没电了。沈小军都后悔自己骑着电动车上班了，他应该开着他的宝马过来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战氏集团。听说妹妹去战氏集团了，海玲旋身就回到车上，见陆东明也在打电话，他只得暂时忍着，没有马上催陆东明开车。陆东明是打电话给战印，他就送海玲过来，自然听到了海玲和沈小军的通话，知道战印的身份曝光了。听沈小军的意思，还是战印主动曝光的。在陆东明看来，战印在爱上海童的时候，就该向海童坦诚身份的了。可是战印害怕失去海童，一直不敢坦白。陆东明也知道战印是想等他和海童的感情稳定了，再坦诚身份的。通过海玲的反应，陆东明能猜到海童的反应。陆东明才会好心的提醒一下好友，准备好面对来自海童的暴风雨吧。见海玲回到车上了，陆东明马上挂了电话，扭头问着海玲怎么样了，你妹妹去哪里了？小军说彤彤去了战氏集团，但她状态不好，怕她出事，小军追去了，但小军骑的是电动车，半路上没电了。陆总，麻烦你送我去战氏集团。陆东明说道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战氏集团。同时他又紧急地给好友发了条信息，告诉战印海童直奔战氏集团而去。此刻还在给老婆大人购买爱马仕包包的战印，收到了来自好友的友好提醒，顾不得再买包，带着一班保镖匆匆地往公司赶去。他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才会接受采访。他以为海童至少要到晚上才会知道，因为他一向不喜欢看这些八卦。以往他知道的八卦都是沈小军告诉他的。哇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知道了，是他看到了采访，还是别人看到告诉他的？坐在劳斯莱斯上的战印啊，表面看起来还是沉稳如山的，只有通过他紧握成拳的动作，才能看出他很紧张。不知道海童会怎么指判他，是质问过后就接受现实，还是直接把他打入死牢里？战印也想过给奶奶去电话，想让奶奶过来帮忙调和的，但掏出手机后，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是他自己决定的事，是他自己选择的路，就不管怎么样，他都要走完。海童会生气，那是必然的。他要做的就是道歉、解释，哪怕要他重新追妻，他都愿意，这都是他该做的，不能指望奶奶帮他。事实上，骗海童的人不只是他，他一家人都在骗着海童。估计奶奶出现也无法调和，说不定彤彤连奶奶都怨上了，因为最先隐瞒身份的人是奶奶。海童都看到了关于战印的采访，其他人肯定也看到了。一般人没什么太大反应，顶多就是羡慕嫉妒海童。得天独厚，竟然能与战少闪婚，还能得到战少的真情相付。但海家人以及周家人的反应就好看了。海志文最先看到的采访，他一看到战印那张脸，手机就滑落在地上，把手机屏幕都摔碎了。怎么可能？
哎，怎么可能？那个小贱人居然那么好命！海志文对两位堂妹已经生出了怨恨之心，提及海玲姐妹俩，连名字都不叫了，直接叫贱人。哎，战印要是听到海志文叫他爱妻做小贱人，绝对会把海志文的牙齿都打掉。他要放在心尖上宠着的人，海志文都敢骂，简直就是找死啊！那海家人以为给他们的报复就这么点吗？他老丈人留下来的房产，他还要帮着老婆大人打官司要回来呢。海家那些极品，别想再占到半点好处。质问哪个小贱人好命？海二伯见儿子大惊错愕，还在喃喃自语，关切地问道。他走过来，弯下腰去帮儿子捡起了手机，心疼的道：“你这台手机1万多的呢，手机屏幕都碎了，能修不？还是要换新的？那换新的又得花钱。你现在没有工作，虽说还有点存款，也不能坐吃山空，小心点呀，别乱花钱了。现在年都过了，你再出去找找工作。在管城找不到工作，可以去其他城市，不一定非要留在管城的。他们家族就像跟瘟神打架一样，从跟海彤姐妹俩再一次闹翻后，就开始倒霉运。做生意的亏得裤穿孔，上班的被辞退，连他们这些老一辈也过得不好了。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，哪怕他们有点家底，也让人愁呀。爸，我看到了。看到啥了？海彤的丈夫，我看到他的采访了。我现在是明白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倒霉，不是商家出的手，不，商家也出手了，但商家不是最先出手打压报复我们的人，是海彤的丈夫，是那个姓战的冷冰冰的男人，是他出的手。海二伯听得有点糊涂，他问道：质文，你把话说清楚一点，我们所有人这么倒霉与海彤的丈夫有关，他让人打压报复我们的，他不就是个打工的吗？就算在大集团上班，依旧是个打工的呀，能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把他们一大家子都打压得直不起腰来，损失惨重，连过年他们都过得不好。2个老的又折腾，要他们每家都给多少钱过年？只因老母亲住院，花光了2老的存款，两老身上没钱了就不安心，要从他们这里要点钱去存着养老。海志文说道：爸，海彤的丈夫就是姓战的那个，他是战少，首富战家的大少爷，首富，你知道吧？咱们管城的首富是千亿豪门呀。闻言，海二伯错愕地看着儿子，像是不相信儿子说的话一样。海彤的丈夫是首富战家的大少爷啊，千亿豪门啊，那岂不是很多很多钱？质文，这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都上电视采访了，我们都见过战印的，记者叫他战少，就是他，肯定是他。海二伯求证过后，当即就一拍大腿，对儿子说道：我马上去找你爷爷奶奶，他们俩老的养老钱有着落了，海彤的老公那么有钱，多少身家？1000亿，让你爷爷奶奶找他要钱去，他手指缝露一点点出来，都够你爷爷奶奶养老了，叫你爷爷奶奶多要点钱，等他们死后，那些钱就是我们分的，等于是给我们要钱。哦，海二伯想得很美的，侄女嫁入了千亿豪门，他们也能讨到好处，压根儿就不记得他们和海彤姐妹俩已经成为仇人一样了。海二伯也不管儿子是什么反应，他撇下儿子，匆匆地去老三家的房子找父母去了。见过战印并不知道战印是什么身份的人，看到采访后是什么反应，海彤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要见战印，马上就想见到战印。由于他开车开得太快，路上还追尾了别人的一辆车，幸好追尾的不严重，对方本想报警处理的。海彤下车看了看后，直接就把他钱包里所有现金，大概有个几千块钱吧，全都塞给了对方。大哥，我有急事不能留下来处理这件事，这是我赔给你的修车钱，要是不够你再联系我吧。他也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对方，对方也看过自己的车尾受损程度，他的车不是豪车，被撞的也不严重，维修费顶多就是1-2千块钱。
海童给了他好几千元，已经足够修车的了。见海童心急的离开，就脸色也很差。那个男人说道：“妹子啊，你状态很不好，开车要小心点呀。谢谢大哥的提促，真的不好意思哈。大哥，我先走了，我真有急事，很急很急的。哎，你走吧，注意安全。”海童连忙回到自己的车上，开着车跑了。后半段路，他虽然也是开得险象环生，总算有惊无险地赶到了战氏集团。他把车一停，人跟着跳下车，就往公司里跑去。值班保安本想拦他的，待看清楚是谁后，就不敢拦了。战印接受采访的事，连海童这种不关注娱乐八卦的人都看到了，更不要说战氏集团的人了。哪怕大家都知道海童就是总裁夫人，总裁却是今天才公开的。哇！海童冲进了办公大厦。海小姐，2名前台叫住了海童。哎，海童就停下来，他跑得太急，停下来都在喘着粗气。1名前台连忙去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1名前台搬张椅子给他坐，并说道：“海小姐，你是想找战总吗？战总今天并没有回公司，他不在公司里。”这是事实。哎，战印不在公司，他今天没有回来。海童不相信呀。他没有回公司，他去哪里了？他接受采访不是在他办公室吗？海童回想起他接受采访时的背景很豪华，但对他来说那背景很陌生，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摆设。他以为是他的办公室，而他不曾进过他的办公室。这战氏集团他来过数次，但每次战印都不带他去他真正的办公室，还骗他说他是和大家一样在格子间办公室做事的。他还记得战一晨的办公室就好像写着副总裁办公室，他们一家子都合伙骗他呀。海童只要想到自己被战印骗了那么长时间，就脸色难看至极。海小姐，战总今天的确没有回公司。给海童倒水的那名前台答道：“海小姐有事找战总吗？要不海小姐电话联系他。”海童接过了那杯温开水，他来得及，又是一路跑进来的，那坐下休息后还真觉得渴了。他喝了那杯水后问道：“那苏南在吗？我想见见他。”战印说什么他是抱着苏南的粗大腿，在公司里才能混得风生水起的骗他的大头鬼去吧。分明就是苏南抱他的粗大腿啊。苏南是总裁的总特助，不就是战印的总特助啊？他是从头到尾都知道战印已婚一事的。2名前台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多少都猜到海童此刻过来的目的。我帮海小姐问一下，苏总若是有空，再让海小姐上楼去吧。1名前台马上打内线电话到苏南的秘书那里去。1名前台还在建议海童打电话给战印，海童都是一声不吭。他的手机响了一路，他都没有心思接听电话，后来就不响了。他猜测应该是没电了吧，因为他手机本来的电量就不多的了，还没有来得及充电，就知道了战印是战少，他人都傻了。巨大的愤怒席卷他而来，让他跑出了书店，一路飙车过来，却被告知战印不在公司，见不到战印，能见到苏南，他也能问清楚。苏总若是没空，就让战一晨来见我吧。战一晨是战印的弟弟，问他也是一样。那名打电话的前台放下了话筒，恭敬地对海童说道：“海小姐，我们苏总请你上楼去。”说着，他绕出办公桌子，带领着海童走到电梯前，按下了电梯门后，他没有让海童自己上去，而是他带着到了苏南办公室的所在楼层。那名前台又带着海童到了苏南的秘书办公室，就把海童交给了秘书，他才转身离开。海小姐，请随我来。秘书对海童的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。秘书带着海童走到总特助的办公室，敲了敲门，得到苏南的回应后，秘书便替海童推开了门，请着海童进去。海小姐。苏南本想撇下工作跑去书店给沈小军送花，顺便看战印的好戏的，
就没想到海童直接过来了。刚刚沈小军也给他来电话，他的车在半路上没电了，跑不到了，推车往回走，路太远。往前走，路依旧太远，只得向苏南求助。这是沈小军第一次向苏南求助啊。他会叫苏南去接他，主要也是想跟着苏南过来，想安慰好友，否则他就叫弟弟过来接他，那没苏南什么事了。苏南请着海童坐下，暂缓去接沈小军。哎，海小姐喝些什么？不用了，我就问你几句话。战印是不是首富战家的大少爷？是不是你的顶头上司？苏南默了默后问道：海小姐是否看到了战总宠妻的采访啊？什么宠妻？骗妻还差不多。海童愤怒地道：我看到了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他。苏南仔细地看了看海童，见他脸色难看至极，也愤怒至极，他默默地在心里替战印点蜡。战印这一次的婚姻危机啊，一时半会怕是无法解决，活该，谁叫他要隐瞒身份。苏南忽然庆幸自己早早就让沈小军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哪怕追妻追得艰难了点儿，至少不用像战印这般面对着婚姻危机。处理不好，海童说不定真会和战印离婚呢。哎，这两个人可不能离啊。苏南非常了解战印，战印本是个寡情的人，对爱情看得很学，天生凉薄的人能让他动心，被他爱上的女人就是他此生的柔情了。除了海童，战印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。把海童看得太重，战印害怕失去，才会一瞒再瞒，直到现在的坦诚。就连坦诚，他都没有当面向海童坦诚，而是采取了一种公布于众的形式。如果不是沈小军对他的八卦很感兴趣，海童大概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。要是海童离开了战印，战印会疯了，他一疯，整个战氏集团就会进入地狱模式，那就死得人多了。苏南都不想过那样的日子。海小姐，你看到的那些都是事实，战印就是战少，首富战家的大少爷，也是我们公司的当家总裁。苏南老实的道。此时此刻，他们不能再骗着海童，哪怕知道那就是事实。当听到苏南肯定的回答后，海童的脸色再次变得苍白。战印就是战少，是商小飞爱慕了多年，公开表白，公开追求过的男人。他还曾经帮着商小飞追求战印，想到他还在战印面前提及他支着招儿给商小飞追求战少的是海童，那个气啊，他竟然没有露出一丝丝的破绽啊！那个混蛋，果真如他做的梦一样，从头到尾都在骗他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。海小姐，战印对你隐瞒身份，那是不得已的，他也是有苦衷的呀。苏南是很想看好友狗急跳墙的样子，却也要替好友说话，不能让海童一气之下离婚呀。换做别人知道闪婚老公原来是首富家的大少爷，大概会很高兴吧，因为这种概率是少之又少的，也不用像别人那样使出浑身解数，挤破脑袋都未必能挤进豪门。但海童不会，他不是那种喜欢攀高枝嫁豪门的人，而且他想到的是战印的欺骗，把他骗得够惨的。海小姐，不管战印为何隐瞒身份，他对你的感情却是真的，他爱你也是真的，这一点不用质疑他。海童呵呵的笑，笑着笑着眼睛却湿润了。他抬手揉擦了一下眼睛，就起身对苏南说道：谢谢苏总的解疑，打扰苏总了，我先走。已经得到了确认，那他也不想留在这里啊。苏南并没有挽留他，而是起身跟着他一起走，边走边说道：海小姐，我知道你现在处于震惊之中，也很生气，战印做的也实在不地道，但他是真的情有可原。你冷静后可得给他机会解释解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都是夫妻。海童不说话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苏南亲自送着海童下楼，陪着他一起走出办公大厦。苏南就去开车。大嫂，战一晨却在办公大厦门口的一侧等着。他接到大哥的电话求助，让他要留住大嫂。
大哥在赶回来的路上了。战一晨看到大嫂那张雷公脸，就压力山大，却没有办法，谁叫他就在公司里呢？大哥是赶回来了，但还在路上，远水就不了近火，只能他这个当弟弟的先出面把大嫂留住。大哥怕死大嫂走出了公司后，就离他而去，让他找不回来。海彤现在就看到战家人都是一肚子的火气，不想和他们说话。他越过战一晨就走，战一晨想伸手拉他，记起叔嫂的关系，他又不敢拉他，只得快步地走到海彤的面前，张开双臂拦着海彤，嘴上说道：大嫂，你先别走，我哥在回来的路上了，他很快就到的。海彤冷冷地看着他，有一瞬间，战一晨都觉得大嫂冷冰冰的眼神就像极了大哥的。这是夫妻当久了，大嫂被大哥感染了吗？战一晨，不，战二少爷，请你让开。听着海彤对自己的称呼，战一晨苦笑着：大嫂，你别这样，对不起，是我们不对。他也有份参与欺骗大嫂，不只是他，他们一家人都欺骗大嫂，也怪不得大嫂知道真相后那样的愤怒。看他的眼神，那是冷冰冰的，就脸黑得像雷公脸。战二少爷，我说让开，你再不让开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战一晨不让，他肩负着留下大嫂的重任啊。此刻的大嫂是很可怕，但大哥回来见不到大嫂啊，会变得更加可怕。两相对比之下，战一晨还是选择了得罪大嫂。下一刻，海彤就一拳挥过去。战一晨也会拳脚功夫，他呢连忙躲闪，避开了海彤的攻击。海彤在他闪避的时候就跑，但战一晨又把他拦住，他再出手。那叔嫂俩呢就在办公大厦门口交手过招，看到的人只敢围观，不敢上前帮忙。本来呢跑去开车准备去接沈小军的苏南知道叔嫂俩交起手来，连忙停了车，小跑过来阻止。哇，海彤那身功夫对付一般的混混那是绰绰有余的，但对付苏南和战一晨却是不行的。不管他怎么发疯，那两个人都如影如随地拦着他，不让他离开。